美股万一崩盘，比特币会怎么走？美国万一爆发经济危机，比特币会暴跌吗？今天视频再来讨论一下，也就是1年多以来看到很多散户在评论区问的最多的这么一个问题：怎么利用这个 Super 该比指标超级孔雀鱼，你去观察它的一个空间跟时间，来判断当下的一则消息到底是利多还是利空，来配合自己的一个买卖思路，有可能在这个市场里面会事半功倍。包括这2天也是有看到吉姆·罗杰斯在谈论，美国最糟糕的时刻可能并没有到来啊！而且这边是有提到一个观点，由于美国长期货币超发，最终我们将付出代价，而且一旦美国和美元出现问题，世界将会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那对这个观点，我是相信在有生之年肯定会看到某一个国家的法定货币，不光是美元，其他国家的法定货币在历史上就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法定货币是永恒的。包括当时硅谷银行危机爆发的时候，硅谷银行倒闭也是跟朋友们讲，千金难买牛回头，利空并不是利空，银行倒闭那一些美元要去哪里？银行倒闭，人民就不相信那一个美元体系，有可能很多资金就是会转到这个加密货币。所以我的观点是，未来的话，如果有真的出现某一个国家法定货币出现危机，你要看空间，再配合自己的一个理解去观察里面的一些买卖点，包括短线比特币现在的技术图形，下一步的买点跟卖点我们要怎么来判断。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交易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里面这一个 Super 该比超级孔雀鱼指标，因为现在的一个位置底部已经是过去了，都已经是过去式，现在整个价格是全部站在周线里面这个超级孔雀鱼均线的上方。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现在的这一个均线，它是还没有转绿哦。如果从转绿的位置开始，你可以自己去观察一下，这种就是空间。它转绿的位置到这个高点的位置，比如说转绿的位置这边是在$5000附近，然后它上涨的最高位是在 69K， 从转绿的位置它是会涨了10倍，10倍以上你就要小心。如果是有一些利好或者是利空的消息，利好不一定是利好，利空有可能会放大利空，这种就是看空间。就类似下跌低档的位置，从69000跌到这个2万的位置，计划朋友们2万下方要开始满仓重仓去抄底这个比特币，其实也是在看空间。甚至有出现 FTX 交易所危机爆发，它这种低档的位置利空不一定是利空，因为是在空间低档的位置，有可能就是主力在利用一些事件骗散户挖坑，在这种位置让散户卖在这些位置，所以这个纵轴它就是一个上涨的空间，你要学会看空间。如果空间是跌了80%左右，一般在低档的位置就是应该要开始重仓去抄底。包括这一个17年的高点到这个19年的低点，它也是空间跌了多少？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这个高点到这个低点是跌了83%，那这一个 69K 高点到这个 15K 的低点，它也是跌了接近80%，所以我们尽量要看空间哦。然后我们要来观察一下比特币牛市的时间，我们要怎么来判断？我们可以从前一波比特币熊市空头走势结束完以后，它这一个均线首次转绿的位置，自己去计算里面的一个时间，差不多是600天到700天左右。比如说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6万附近，它的一个时间是在679天，接近700天。如果有来到这种高档的位置，你要去观察一下市场里面有没有哪一些利空或者是利好的消息，有可能高档的位置利空有可能会放大利空，利好也不一定是利好，也是要小心。所以看空间跟时间，包括2015年的一波牛市的走势，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的时间，从这个位置转绿的位置到整个顶部的高位，这边的时间是接近700天。然后我们观察一下2012年整波牛市超级孔雀鱼指标，从这个转绿的位置到这个顶部的位置，时间也是500天。所以现在比特币的一个超级孔雀鱼指标，我的观点是目前都还没有转绿哦，所以不要在这个位置去担心。包括之前的底部也是跟大家讲，
空翻的趋势已经是跌了这么长的一个空间，以及美股空翻的趋势也是跌了这么深的一个空间。之前在低位的时候也是跟朋友们讲，不要去管它，美国利率已经都加到接近 10%， 你要指望它加到 10% 还是 20% 的一个利率吗？所以去年不管是美股在低档的位置，还是比特币在低档的位置，一直都是在跟朋友们显现，你不要去看空美股，有可能跌下来就是非常深的位置，利好或者是利空，利空不一定是利空，现在的价格都已经涨上来，包括比特币现在的价格也是已经涨上来，而且它这一个超级孔雀鱼指标，我是相信在未来的几周或者是今年年底，有没有可能这一个均线开始转绿的位置。那我的观点是，有没有可能时间会不会500多天以后，我们到时候去担心比特币会不会在高档的位置有没有一些利空？那有可能真正就是一个利空，所以现在只涨了1倍啊，不要去担心啊这个位置什么美国那边到底会不会爆发经济危机？吉姆罗杰斯也是在讲，还尚未到来哦。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比特币短线的技术形态哦。昨天是有提到，就是这3条均线现在是没有参考线，你可以直接把它给隐藏掉。不过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现在价格是被动有一点跌破这个20的一个均线。我的观点是有可能还是在这个区间啊。既然是价格在20 MA 下方，我们要去留意一下，也就是这一根多方吞噬讲了几天，有可能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它这个低点的位置也是短线的一个支撑，或者是这2根 K 线的收盘跟开盘附近。如果这个位置万一跌破，包括这一个29.5K 就是这个下影线的低点破，我们要去观察一下它跌破的时候收盘是不是有效跌破。另外中线万一是它继续往下跌的一些买点，我们要怎么来观察？我们可以去留意一下，也就是这一个 KD 指标，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如果价格是在20 MA 下方，你要找这种买点，这种买点，甚至这种买点，这种买点，就是它整个箱体整理到位，有可能挖坑的位置是下一步中线的买点。那我们要去观察一下，像这些买点的位置里面指标的一些技术形态。这个 KDJ 的 J 值它是来到0下方负7哦，包括这个位置 KDJ 的 J 值也是在0左右，有可能会是一个中线的一些买点。所以现在的一个观点是，这个 J 值还在10附近哦。然后这些买点位置指标的形态里面还有哪一些知识哦？我们也可以把 KD 跟 MACD 组合来观察，可以观察一下，比如说这个箱体在4个小时里面它挖坑的位置里面的一些技术形态，你可以明显的去观察一下指标有没有背离的位置，就是价格在持续的走低，但是指标有没有发现这个低点位置 KD 的指标它是在呈上升，包括 MACD 也是一样，这个位置 MACD 是在呈上升的一个结构。所以像这种买点的位置，它有背离的位置，有可能价格就是会有一波短线的利润。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比特币5月份跟6月份这2个低点买点的位置，在日线里面的技术指标有哪一些形态哦？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低点是不是比这个低点低，价格是在走低。可以细心观察一下这边的 KD 不是很明显哦，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MACD 的柱状，这边的柱状是比这边的柱状要小，所以也是有一个柱状的背离，它会有短线的利润。包括这个低点是持续的价格在走低，价格在呈下降的走势。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KD 指标这个低点，黄色的这个低值，它是比前面的这个值是要高啊。所以不光是 KD 在这个位置有一个日线级别的一个看涨的背离，而且这个 MACD 的柱状可以明显观察一下，它比前面的几个柱状都是在呈上升收缩的一个结构。所以像这个位置变盘的一个节点，只要趋势一突破，就是一波上升的一个走势。那现在的一个位置观点还是不变啊，短线就观察这2根多方插入线，这个位置到底会不会撑住啊？最后还是一样，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